嗨，大家好，我是罗老板。哇，50万了耶！想这个想多久，完全没有蕊过。因大家的许愿就是要来拍一个50万 QA， 那我们把它分成2集哦，一个是恋爱，一个是所有的疑难杂症。那我在我的 IG 上面收集到了很多问题，我们今天来回答一下吧。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哇，第一题就这么劲爆哦！罗老板可以接受男友或老公在认识你之前有嫖妓或一夜情吗？可以，不行。可以，一个可以，一个不行。他还要补充一下，他补充说，我跟一些观念比较开放的朋友聊过，他们都说男生不是嫖过，就是在嫖的路上，就是一定有就对了啦。那我们先回来问题，我的疑问会是我为什么会知道？他跟你说吗？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说？那你有什么毛病？知道了，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加分的东西，你刻意来跟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你想表达什么？我觉得这才是重点，而不是什么我接不接受。那如果你不小心就知道了，我不小心知道，可能别人跟你说他的朋友，那我就不会很在意，但我反而会觉得这个朋友有什么问题啊？你为什么要来跟我说这个？你们动机是什么？对啊，这不是很妙吗？我觉得一夜情这个有什么好跟你讲的？你的交往过程中有很多这种，就你情我愿的事情，又不是犯罪的事情，就是你干嘛要刻意跟我讲啊？对你也不加分。你要我视而不见，那你不要跟我讲，你是要我怎么样？那如果他是觉得爱你就是要让你知道我的全部，那我应该是不会跟他在一起的。对啊，因为我的书里面有写过嘛，不论男女，你们都没有必要坦诚到这样。你们现在在一起很快乐，然后你们也希望一起走人生下半场。这都是可以的，但不代表他要把10年前、5年前、20年前大家还是小屁孩时候做过的什么任何荒唐事都要身家起底，什么有必要吗？你爱的是现在的他，对，何必去管他什么10年前做过什么无聊的事情，或者是你自己可能你酒后也做过什么事情，你一定要讲吗？没有。对啊，你搞不好也觉得自己那时候很荒唐或什么啊，然后呢，他要掀这个底出来否定现在的你，这不是很奇怪吗？对。如何看待一些富有的男性，就有钱的男性，能提供高成本生活素质，但是言行却有各种不尊重？大家看得懂这一题吗？这是包养的意思吧？就是有钱人可以提供你很好的生活，但却对你很不尊重，那你为什么要理他？对啊，这不是你自己选的吗？甘愿的。对啊，你可以不要高成本生活。对啊，你可以靠自己得到高成本生活。你要从别人身上拿，又要抱怨他践踏你，那你可以甩头而去啊。但他又放不下，但你又希望他好好尊重你，不可能，那你就要去找一个愿意给你高成本生活，但又要尊重你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不用去评论这样的男生怎么回事。他给你的这些，他要换到的是他的为所欲为，包含践踏你的尊严，这就是他要的。那你不想跟他做这个交换，你就不要理他嘛，换一个。对啊，但是你抱怨他是没有意义的嘛，因为这是你可以有所选择的啊。请问魏老板觉得谈恋爱能够带给人生什么样的体验？相较于长时间单身的话，就是恋爱的体验啊。你会跟一个人建立比较有深度的关系。恋爱跟普通朋友还是不一样，你们有非常多的交流或者是亲密的程度，绝对超过于普通朋友嘛。尤其是跟异性，可能你跟一个人的发展从来没有进入过那么亲密或那么有深度的关系，那你就会感觉不到这个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这个有深度跟有这么有亲密的关系里面，你一定会更了解自己，因为你会看到恋爱中的我是这个样子啊，跟你日常生活的你绝对是不一样的。对，恋爱中的你可能是另外一个你哦，或者是他对你做了哪些行为、哪些事情会让你整个大爆发或大变身的那种。你在别的事情可能是遇不到的，你的职场或你的友情、你的社交，也许你从来没有被踩过那个点，你不会看到那样的自己，所以你就可以试探到自己的底线、自己的地雷、自己在意的事，你会变得更了解自己。原来恋爱的时候我是这样的啊，原来我这么在意这种事啊，原来我不是不会吃醋啊，谈恋爱之前都觉得自己很大气，不会啊，我都 OK 啊，这种没关系。一谈恋爱明明就看一眼别的女的就爆发啦，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不是我以为的那种人，那你就变得更了解自己了。但你跟一个人的深度没有到那个关系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有这一面的。我有个朋友啊，她本来都觉得自己是很理性的女生，她在有一次的交往过程中，男生跟她提分手，她变身成恐怖情人，她自己都说我吓到了，我被我自己吓到了。她现在回顾当年的自己说，天哪，我好可怕哦。她说她不让这个男生分手，然后每天夺命追魂扣以外，还杀到他公司去，想要给我下来，他不下来我不走，好可怕，好恐怖哦。对，然后要他出来，不然的话他就在公司闹事。然后他的朋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跑去劝他说不要这样子了啦，哎呦算了，你干嘛为了他这样？他说我不管，我就是他就在公司大厅发疯。对，类似这种事情。你有没有见识过失控的自己？你知不知道什么事情会让你变成那样？我这个朋友就说：“哇，10年前的我真的是萧伯。”对，那我说你当时是怎么会爱到这样子？他就说：“其实那也不是爱，就是一个不能接受失去对方。”
他说还年轻的时候不能接受被拒绝，所以就爆发了。你只是不喜欢失败的感觉。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这位同学说的，相较于长时间单身完全不去谈恋爱的话，你谈恋爱可能就会有这些无微不微的事情，那这就是你的人生体验跟经验值。那你得到这些经验值跟体验，你要拿去做什么或成为你人生有什么影响，就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我女朋友问我，如果她变成毛毛虫，我还爱她吗？我的回答会是不要回答对方的任何蠢问题。因为不会有任何好事发生，或者是什么对方很讨厌蟑螂，然后你又要问他说，那如果我变成蟑螂，那你会打死我吗？会，一定会回答这种东西都不会有任何好下场。不可能啊！女生其实就是期待我无论变成怎么样，你都爱我，你都义无反顾的爱我。她就是要听这种东西。但是当你说会啊的时候，她一定会处处刁难你。但是我很恶心哦，我都是毛哦，然后很臭哦，她就是要逼你继续的说。无论你变成怎样，我都爱你。他就是想听情话嘛，你可以讲点土味情话给他听。土味情话，如果是好玩就算了，偏偏很多人会很认真，讲到后面都吵架，然后搞得男生就是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然后如果不回答又被一直追，你是不是就是不敢回答？你就是有鬼对不对？你就是什么引战呢？对，就很无聊嘛。所以就是我觉得不要回答任何蠢问题。他如果一直逼问怎么办？一直不因为就要远离他。这种行为太蠢了啊，我没有办法，我爱不下去。如果男友单独与女健身教练到私人健身房运动又没报备，是可以接受的吗？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大家好像很爱问，是可以接受的吗？这不是都每个人自己可以决定的吗？他可能可以接受，你可能不能接受啊。那你为什么不能做自己的决定？我觉得有时候都是自己心里有一个答案，然后想要对方跟你一样答案，然后来肯定自己，你才能决定我要不要接受。所以如果你身边的人跟你说还好吧，他就只是去运动而已，你想太多了，不要这样子，然后你可能就会一直压抑自己内心的声音，因为你就是不行，你才会问啊。对，好，然后如果你旁边的朋友都跟你说好啦，不要想太多，你们现在好好的交往那么多年了，要这样跟他吵架吗？你就被压抑下去了。对，你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很奇怪？对，你是不是明明好好的这种小事情里面纠结啊，大气一点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是说太夸张了，怎么可以这样？女健身教练这一看就是有鬼，就是有问题啊！你想想看，他们会做多少动作，什么香汗淋漓的上上下下，是啊，出点力气什么的，跟抛爆表的时候一定会有鬼。然后呢，你就去找架吵。我觉得是这样子，你不应该管你身边人在讲什么，而是你自己重视你自己内心的声音。你既然不能接受，你就是要跟他谈啊。那很多人就会卡在这里。那我跟他谈的时候啊，那他就会不接受，那我们就分手的感觉。那就分啊。你就要告诉自己，这是一个你不能接受的男朋友，而不是觉得可这样就要分手吗？好像也不值得。那你就毫无底线，毫无原则啊，就有第二次哦，就会有更多不同的事情挑战你的底线。对，不只是女教练咯。我会觉得你既然有疑虑，你就应该要面对自我。你就是不开心嘛，那你就是要跟他讲。你介意的事情，你就不要逼自己放下啦。如果同时对几个追求者都有好感的时候，魏老板是怎么确定自己的心意的？就是两个都相处看看。就你不用急着跟一个人交往啊，你就两个都出去约会，都出去吃饭，都出去看电影啊。然后你可以安排比较类似的行程，就例如我跟你也看电影，我跟你也看电影。那我是不是很喜欢看电影完要聊的人？谁跟我比较聊得起来？你不要就是一个安排很无聊的事情，一个很开心，你就会误以为好像是这个人带给你的快乐。不是，只是可能你那天的行程很好玩而已。我主要是要去探索说谁跟我比较合，谁跟我比较有火花，所以你这个一定要透过充分的相处，你不要一开始就好像要选一个，然后才要跟他约会。你是一开始都要跟他们约会才能选出一个的，所以顺序不一样。一开始不用选，去相处就对了，去交朋友就对了。也有可能相处完两个都不要啊，又不是你们喜欢我就喜欢你啊。对啊，你们喜欢我也未必要两个挑一个啊，选外面更好的。对啊，以前曾经就有这样，就是两个人同时，但是约会完之后我都不喜欢，那就没什么好，一定要选一个，好像很可惜，是不是？不可惜，哪里可惜了？选到自己更喜欢的才是把握人生啊！交往过的男友都是怎么评价魏老板的？在异性眼中，魏老板哪里最吸引人？这个你应该问他们吧，我自己讲应该不太准吧。但如果有些共通点的话，就会是觉得我跟外表会差蛮多的。比方刚开始看你外表，都会觉得你应该是很严肃的人，或者很理性的人，搞不好很难搞的人，很机车的人。但相处完之后，大部分是会觉得跟原本想的差很多。然后如果真的有熟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觉得你其实是很好笑的人欸。这个点是超好笑。这个点是只要是不熟我的人都不会觉得的，但是真的熟的朋友就会说他超好笑的。就这样讲我的人，他跟我才有建立到一定的关系，或者是这个讲出来很恶心，就是可能他们会说觉得你个性很可爱啊。这个好像是女生不会这样讲我，女生顶多说你很好笑，可是男生好像会说你个性很可爱。
有一种反差萌。对，反差萌，好像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哪里吸引人，大部分都是说性格上面或情商，然后相处起来脑袋或灵魂方面的事情。顾老板建议怎样的夫妻财务分配方式比较适合呢？尤其当双方面年收差很大。例如，如果你赚5万，你老公赚20万，哇，那这样财务怎么分配？我觉得怎么样比较适合，没有公式跟标准答案，是你们2个要去讨论出来的。当然是因应你们的年收入去讨论的嘛。你们如果已经考虑要到结婚，应该是会有共识，是所以他分摊比较多吧，因为他的经济能力比较好。对。那你们要不要具体去把金额讨论出来？就如果我们买房子，我们要负担什么的时候，你可能会负担多少，或是这一块就是他去负担，那你做什么这样子？那个是讨论出来的。那你自己有没有想法？你要先有哦。女生不要自己就是很茫然的都不知道，然后就跑去问男生说，那你觉得怎样？那他讲出一个什么的时候，你也很模糊啊，因为你没有想过你要怎样，那你怎么跟他讨论？那个叫做你听他说而已。所以麻烦自己要先列，你要不要拿一张纸列出来？我希望什么开销是怎样？我希望如果买房的话是怎样？这个是你希望 A 版本。然后你跟他说，我们来讨论。那麻烦你也列你的版本，他列了他的 B 版本。好，那这一条听你的，那一条听你的，或者是讨论完发现都不是 A 或 B， 而是 C 嘛。好，最后就会有个共识叫 C 版本。但是也不要预设立场，你讲的对方一定要同意你啊。好，例如你说，我觉得因为你的收入20万，那是不是房贷应该你来处理？那他未必同意哦。那他可能说房贷他要处理，但是管理费你付可以吗？可以。好，那这就是商量嘛。对，那你们讨论出来的那个共识可能是 C 之后，我建议你不要就立刻决定了，多给自己几天时间再看一下 O 不 OK？ 你有没有委屈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不公平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不开心的地方？都可以再讨论。那这个公平都不是真正的那个公平，是你们2个有没有心甘情愿啊？你多付你少付，你们双方是不是心甘情愿的？不是要数字上面的公平，什么都除以2，什么都除以2，那个不用讨论啦。女生33岁刚结婚，事业还没拼到自己想要的成绩，该选事业还是生小孩呢？男方没有给我压力，意思是如果生小孩就会卡住你想拼的事业嘛，对不对？对。这个问题在于你们真的有想要小孩吗？这边我看不出来，我不知道你自己想不想要小孩，我也不知道你老公想不想要小孩，看起来你们也没讨论。你们应该坐下来讨论，我们有要生小孩吗？有要的话，你也想要，他也想要，你们有共识的话，你才会理解你是为了什么要去牺牲自己的目标，你是不是心甘情愿的，以及你也要让对方知道你为了生小孩会失去什么。男生是应该要知道的，你要让他知道，你要跟他讨论，这个东西是你自己要先想过你要不要，你有想要你再去找先生讨论。那我33了，我们是不是可能这几年要比较积极做人？如果你自己没有想要小孩，那你专心拼事业就还好啊。但你就要知道，你不要5年后才觉得没有小孩很遗憾，你现在要先把它想清楚嘛。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想不清楚，因为你没办法做决定，然后你也没办法决定5年后的你怎么想，可是感觉时间年龄又在跑，你就先冻卵啊。因为冻卵是给自己未来的一个选择权嘛，把这个选择权先留下来。现在科技很发达，对，就是你不用现在一定要立刻现在生嘛，之后再决定。对，你还有机会之后再决定。那现在科技就是可以大概解决这件事情。好的，恋爱篇我们挑了10题来回复，就是以上10题咯。那期待我们下一集是疑难杂症篇，什么都有。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IG哦。